欢迎两位啊！哎，像你的头发啊，今年流行这个是吧？是不是啊，好，咋了？因为剪头闹到这儿来了是吗？不会吧？有一部分原因啊，真有啊！反正就是认识8年，相处3年，同学是吗？不是同学，就是在外面。你看你今年24嘛， 8年前你倒屎。8年前16岁，我也在上学，因为我上学是在那个吉林那个长春上的学，就是离开老家了，然后来到那个地方上学，就平常总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就认识他了，然后就一直保持着联系啊。交往几年啊？交往3年。交往3年。对，头2年大吵小吵也有，就是反正吧，小吵小闹都能过去，也没寻思就是说分手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最近1年越吵越厉害，也不知道怎么，就是自己解决不了了，寻思想寻求一下各位老师。为什么吵？他特别懒，家里边屋子也不收拾。其实就不是脏，就是我没有把东西摆放得很整齐。我还没说完呢。那你说。相处这3年，头2年就是刚开始是他追的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家养了2只猫，是代替朋友养的。过去的时候还能帮我搓猫砂呀什么的，收拾屋。半个月之后处上对象了，这可都好了，不收拾了，啥都不收拾了。去他家也是我给他收拾屋，我给他洗衣服，给他做饭，他做饭也不会。是洗衣服是我洗的，好吗？是洗完了不晾，放洗衣机里边怼着，全自动的，谁不会呀？我也会。有手就能摁，但是你都连你的衣服都不放在洗衣机里啊？就是我不放，但是我叠上啊，我也没让你撇的皮片的。我帮你收拾屋，地下有根头发都不行，自己不收拾也那么地了。不是，就是其实这些事儿都可以沟通，大家都可以，就是互相迁就嘛。我觉得迁就，那你为什么非挑刺儿呢？我还帮你收拾，你还挑我刺儿？我没有挑刺儿，我就告诉你这件事儿应该怎么做。那你会做你不做，你让我做。好尴尬呀。他嘴就这么厉害哈？对呀，他就平常吵架的时候也是这样。你吵不过他？对，我吵不过他，因为我是起头起的比较坏，因为我俩性格其实脾气都挺急的。人家起完头，人家不吱声了。对呀，我发泄完了我就好了呀。然后他是越吵越厉害，然后就自己搁那嘚一直在说。我不说我还憋着，我做的事儿也多，我还不让我唠叨。对啊，然后我就为了避免我们2个可能会吵得更加严重，所以我就尽量就不说了啊。你说什么你说我，然后我就装听不见。哎，这个你对他的这个打扮什么满意吗？为啥不乐意跟他出去玩？为啥？你看这头发，我俩像亲兄弟。沙老师别捂脸啊！就不说远的，说近的。刚才在后台化妆的时候，方老师，我还以为你领弟弟来的呢。高跟鞋第一次穿吧？其实我也可以打扮成这样，但是我只是觉得我平常穿那些衣服，或者是平底鞋呀，或者是就运动衫啊，我舒服呀。就我平常不工作的时候，就连妆都不化。还说工作呢？是真是不工作，天天搁家躺着穿睡衣。没有，他不工作啊？不工作，大学毕业给他找好几份工作，也不工作。为啥？那是之前，这是高的进不去，低的嫌挣钱少。不乐意去，人家有学历，什么学历啊？人家这文化人，人家是大学毕业生，我不是。男生你什么学历？我初中毕业。你呢？我大学本科。也没有太高的学历。难怪你看你说话酸酸的，不带这样吧？他总说我没文化，我说话糙理不糙，这事儿也是对的。你现在是做什么的？我觉得你的话说的做什么？我现在就是反正不电之后就是在酒吧工作。你在酒吧工作啊？那你呢？我一开始我毕业了之后，我确实没找工作，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就是后来找我，因为已经毕业了，而且已经有男朋友了，再花家里的钱好像不太好，所以花我的。我也不是花你的，我也跟你说让你帮我找工作的吧。然后后来我就去，这不工作还好，一工作去酒吧，我俩不是一个点下班。因为我喜欢唱歌嘛，我喜欢这个。他先唱完了，那你说跟我说着呢。你说吧。他先唱完了，跟朋友出去吃饭，又出去唱歌什么的。完我说去接他回家，他还不用我，说你出来干啥不方便。我说跟谁方便？我跟我朋友出去吃饭都能带着他，就我俩处对象，他的朋友我一个都不认识。这是为啥？我觉得他主要生气的就是我跟我的就是闺蜜吧出去玩，然后
不把他们介绍给他啊。我心里的想法就是，可能他们的男朋友就是要不就是公务员啊，或者是当兵的呀，或者是那种，或者是就做生意的那种感觉。就是然后我领我出去没有面子。倒也不是，我是觉得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把你介绍给我的。就是特别好的朋友，而且我们在一起，他们也都不带男朋友出去，就是我们说一些比较私房的话，你说有男的在场，好像就说不出来。哎呀，行吧，哎，你那会儿追他是喜欢他什么呀？就是追了2年吗？对，就是觉得他那个性格挺好的，然后其实外形也不差，就不能说好，但是也不差。然后对朋友真的就是挺仗义的，然后特别关心，但是处对象跟当朋友。结果就完全就是两回事。你跟朋友不也挺大方的吗？那不一样。出去吃饭花钱那家伙的。可能我从小我就这样。我出去请我朋友吃饭花钱就不让。不是说你请你朋友吃饭花钱不让，我是觉得有一些钱没有必要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女生都比较节俭是吗？也。她不节俭。啊？她自己不节俭，对我这块节俭。其实我之前就完全没有省钱的这个概念啊，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想定下来，想跟他结婚。那你跟他说过这想法吗？我们总说，但是就结不上，是因为可能就是对他也没有特别过分的要求，就想说结婚想有个住的地方，有个安稳的地方。嗯。我也不是说不买，但是现在咱俩的条件不是买不起吗？我也不是说不攒钱，你省钱全都省到我这儿了，你一共能攒多少钱？我从小到大，我爸我妈都没亏过我吃，没亏过我穿。行，哭完再说，在这儿把自己的心里话都说出来是最好的啊。开始委屈了。男生数落了半场都没委屈，一说结婚这话题，怎么就委屈了呢？其实有些话我不想跟他说，因为我也怕他伤他的心。你怕伤害他啊？对啊。怎么了？我不能说我家里条件挺好的，但是就从来我不会考虑生活上的这些东西。然后突然要面临这个问题，可能现在就是。他的工作就是特别不稳定，而且可能如果不是有他的话，我大学毕业我可能就回老家了，而且我可能生活的比现在只是说可能吧，肯定会比现在更顺利。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想要一个婚房。然后他就是一直都没有跟我特别多的表示。其实我父母这边给我的压力也挺大的，他觉得如果勉强在一起的话，可能会降低我现在的生活标准，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也是说你已经跟父母也说过想嫁给这个小伙子了？对啊，其实我们都彼此见过双方的父母，但是父母之间没有见面。现在是这个情况。你母亲父母满意他吗？我母亲，反正我父母还都是挺开放，但是我家说实话是农村的，其实也没有多少积蓄。我老家吧那边要占房子，就说寻思把这房子占了，给我出个首付，我就一直都没提。我寻思也就这几年的事儿，我就没必要提。完他还总催我，反正他还总挺向着家里边，就是意思是没有婚房就是其实现在我可能想分手的意思，我感觉就是省钱省的有点过分，可能也是因为咱们两个都没有稳定的收入，而且你说。不是，比如说，就这个酒吧哪天黄了，你就失业了，你明白吗？你能干嘛呀？我可以去别的酒吧呀。你在酒吧能待一辈子吗？我问你。哎，你在酒吧干什么呀？调酒啊，还是做歌手啊？做歌手。酒吧助演是吗？女生现在在酒吧也唱歌是吗？对，我唱歌。她现在就是属于不干了，生活压力很大是吗？女生觉得。对啊，而且我也可以跟她一起，就是攒钱买房子。问题就是现在。大家都无能为力，你觉得吗？就是而且我爸我妈也说了，就是可以给你钱投资创业，他心里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就让我觉得他不上进，就可能就你觉得看不到希望跟他在一起是吗？男生怎么考虑的未来？你跟他聊过吗？你跟他说呀。他从来都不跟我说这些事儿。
他就觉得他家里条件挺好的，我感觉就是我跟他说，我显得我特别自卑，我自己心里边想着也就得了。但是就说实话，我学历也不高，我除了酒吧这个工作就是挣钱还挺快的，别的工作朝9晚5的还挺累的。现在趁年轻，寻思多干2年能干的工作，多攒点钱，完以后反正现在也在慢慢考虑，也不是说一点都没考虑。这么大了也不是没长心。其实等于一场恋爱谈的让2个人要面对生活了，是吧？对。对啊，过去你也没想那么多，说我的未来是什么样我不考虑，我唱着就行，对不对？对，我有工作，一人吃饱全家不愁，是吧？女生过去是家里的小姐，一场恋爱也谈的要认清生活是什么了，是吧？是啊，除了爱情，除了风花雪月，还有非常现实的面包，是吧？这都活得落地了，一落地反而不知道怎么办了。你刚才上来以后用很抱怨的方式抱怨了他很多，你告诉我一句心里话，你还爱他吗？不爱他能来这儿吗？哦，不爱他能来，那你爱他什么呢？哪儿都挺喜欢的。女生，你还爱他吗？我可能爱，但是应该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爱。我是一个就是很难改变、很难去适应新生活的这么一个人啊哈。然后当年自己一个人来，就是从老家去外地上学，所有的朋友都要，可能就没有那么多联系了，所有的朋友都要开始重新交接。然后等到遇见了他，我就觉得就是还挺聊得来的。然后他还特别开玩笑，然后他没事就说：“哎，咱俩处对象啊，就是你也没有男朋友，我也没有女朋友，对吧？那就处对象嘛。”那可能就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我脑子里就可能会想要试着跟他在一起，然后就在一起了这么3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最美好的时光其实都在他身上了。我就觉得我也不想离开他。哎呀，这段恋爱谈的还挺苦涩啊，下面该怎么办呢？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扎老师。男生一上来，你知道你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吗？步步紧逼，一脸嫌弃，就是对你对面的你的女朋友，我可能就是心口不一吧。我一丁点儿都感受不到她是你的女朋友，是你的爱人。你知道你们2个人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只看得到对方身上的缺点，看不到对方身上的优点。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可以吵可以撕，但是不可以恶语相向。你知道往往伤害我们的不是说身边那些冷漠的人，而是最亲近的枕边人的恶意相向。就是如果你的每一句话里面都是话中带刺儿的话，你让他怎么能感受到你对他的爱呢？所以我觉得你们2个人现在就像要在一个身上拔刺，这个是很痛的。可是这个刺扎的深了以后，它嵌进你的身体里以后，它本身就是一个异物。到底爱不爱你们自己心里清楚。你都已经用可能这个词儿了，那是什么样的感情你应该自己心里明白。所以就是拔刺的一个过程，如果都放开了，是不是对彼此都好？如果要在一起的话，就好好吵架，多为对方着想，不要太把自己的个人利益放大化。谢谢。好，谢谢沙老师。来，裴总。男孩刚才说了一句话，叫心口不一，我认同。你能告诉我一句话，到底你们俩谁追谁吗？他追我。女孩说了一个细节，你时不时的会跟他说，哎，要不然咱俩处对象吗？你其实是早已经喜欢他的，我相信他心里其实也是清楚，但是他刚才说是我主动追的你，他给你面子，你上来好像你的语言上很占上风，通常你生活当中也是他起一头，马上你就会步步紧逼，你赢了。但你到底想掩饰什么呢？你想说明什么？其实我觉得在你的心里是觉得有点配不上，甭管从学历，从他想象的未来你能不能给，你是没有信心的。但是这种没有信心，你没有表现出我更努力的去工作，
我会更加的好照顾，我不会有怨言，因为我想做到你想要的那些，想做到我想要的那个人，但你没有去这么做，你内心是底气不足的，而你所有的不去做，反而在一些语言上、细节上去打击她，就会给这个女孩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她身上有问题，你身上同样也存在。为什么你知道可以做得更好，你为什么不做呢？你心里有没有一些偷懒呢？其实如果说你们两个对彼此都是有感情，不愿意去割舍，为未来呢，真是一定要靠某一个人去实现吗？为什么不能共同去实现？你也要上进起来哦，否则你的不上进反而拖赖了他。如果你们都彼此上进的话，我相信未来一定会不一样。先做好自己，让自己值得对方去爱，两个人互相相爱的话，才能积极向上，是不是？好，谢谢曲总。来，涂老师。有一句话很好，喜欢有的时候是一种放肆，但是爱其实是一种克制。你心里是多多少少有些觉得这个男人是拿不出手的，你承认吗？应该是吧，就是可以这么理解。你哭得那么伤心，是因为你们将来可能的不安全的生活吗？在我看来不是。你哭得那么伤心，其实你心里在告诉自己，我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女生，我为你已经落魄如此，那么将来难道你不应该给我一点安全感吗？你想坐享其成，但问题是不是这样？所有的爱情生活、婚姻生活都要靠双方的努力，没有谁说我已经下嫁了，所以你应该对我怎样怎样。所以你那个眼泪其实不是生活心酸的眼泪，而是你自认为委屈的眼泪，所以你没有多爱。事实上在今天的聊天过程当中，我也没有感觉到你付出了什么，或者为他付出了什么。家务活是人家在干，生活当中主要的支出是人家在出，钱还交给你，你自己也就在酒吧里面唱唱歌，也不是说以此而谋生。所以你既然没有对生活有所付出，没有对别人有所付出，你有什么资格来要求别人？又或者说你有什么资格为自己将来的生活掉下眼泪呢？而至于男生的话，你真的想娶她吗？也未必。你要真想娶她，不管自己的学历有多低，你都应该出来找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不管现在买得起房还是买不起房，至少从现在开始有所规划，但是你也没有。所以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在酒吧那个消遣的地方遇上了彼此，有了一抹生活当中彼此相应的相处的生活方式，仅此而已。就这个。有些东西是跨不过去的。我觉得跟爱情没有关系，与爱无关。那句话说爱情可以战胜一切，你知道了生活，你发现这句话其实是个谎言。爱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相爱，但是回归到生活，回归到婚姻的时候，你想跨越很多东西就变得特别特别的难。其实你们看，如果不谈结婚这件事儿，我相信你们俩打打闹闹还挺恩爱的吧？对，是吧？挺好的。你看，只要不说结婚，你们俩打打闹闹一定还很恩爱。但是真的要回归到结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们突然发现不对了。女生突然发现说，他能给我幸福的生活吗？这个男人能稳定吗？未来有一天我要给他生孩子，我的孩子也跟我们一起过这样漂泊的生活吗？为什么我的其他的姐们儿就能找一个相对稳定的男人，而我就不能？男生可能在这个岁数的时候还没考虑那么多呢。其实这问题你考虑一下，也挺残酷和严峻的。就未来他要给我生娃，万一我这个酒吧倒了，或者我的嗓子倒了，我的第二个谋生手段在哪儿？我恰恰是觉得，因为面对现实，因为你们认真的想要面对现实的时候，所以你们爱情当中的那个现实部分的落地部分的东西的矛盾全都出来了。不要记恨彼此，不管对方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给一个充分的理解。希望你们能好，前提是理解对方。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
就是我还是想说，就是这个房子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太大。如果说想结婚的话，结婚晚2年再买房子也是可以的。我还是就是不怎么想离开你，毕竟认识8年了嘛。就算没有感情，也有亲情吧。就是其实我想要的也只是一个，可能就简单的你的一个承诺，或者怎么样都好，你告诉给我听啊，对吧？请亮灯啊！谢谢2位啊，请回，谢谢你们啊。嘿嘿。相识8年，相恋3年，面对婚姻的时候，似乎是一套房子，要把这段情感砸开。但是真的把这段情感放在显微镜下看的时候，我们会观察出不同的问题。这对年轻人最后会作何选择呢？说爱我，在我的耳边对我说，我已经真的太久忘了这种心动，爱太难了解了，我们还看不懂那一些辛酸快乐，有多少还很真呢？说爱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啊！谢谢。好漂亮啊！在爱里等着你，被你来，请亮灯啊！有种暖意，在梦里谢谢你们啊！来，祝开心吧！请回来。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不想确定日期，拉长。